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李明，你够狠的！张总一拍茶几，脸色铁青。张总，什么意思？我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下，示意他们也坐。别跟我装蒜，美家食品的单子被你撬走了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的领导和他身边的小王，心里暗自好笑。张总，什么叫撬走？客户有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，就你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新手，凭什么拿到美家这种老客户？小王在旁边插话：张总，你想知道美家为什么选择我吗？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当然想知道。张总咬牙切齿，因为我停顿了一下，美家食品就是我妈的公司，她愿意把单子给谁就给谁。会客室里瞬间安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2个月前，我还是腾越广告公司的一名普通客户经理。说是普通，其实我在公司做了2年多，业绩在同事中算是不错的。但在张总眼里，我永远就是那个还需要多学习的小李。张总今年39岁，人到中年，正是事业上升期，但他有个毛病，喜欢抢下属的功劳。每次我谈下来的客户，到他嘴里就变成了我带着小李一起努力的结果，或者多亏了我的人脉关系。我最恨的就是他在客户面前贬低我的那副嘴脸，明明是我一个人熬夜加班做出来的方案，他却总是说小李这个方案还不够成熟，我来给大家完善一下，然后在我的基础上改几个字，就成了他的创意。美家食品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稳定客户，一家做休闲零食的中型企业，也就是我妈妈和爸爸开的公司。这个客户是我2年前刚入职时接手的，当时公司没人愿意跟，因为我妈在公司里大家都叫她林总，要求特别高，而且预算不算特别大。我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主动请缨接了下来。2年多时间里，我和妈妈在工作上合作得很愉快。虽然她要求高，但人很好说话，每次我的创意她都会认真听，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也会直接指出来，不会拐弯抹角。我们的合作从最初的单次活动发展到后来的年度广告代理，合同金额也从10几万涨到了60万。当然，在公司里，我们都保持着专业的客户经理和老板的关系，但张总从来不知道这层关系。在他嘴里，美家食品能成为我们的稳定客户，完全是因为他的关系维护得好。林老板是看在我面子上才跟我们合作的。小李，你要懂得感恩，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今年3月份，美家食品的年度合同到期，需要续约。我早就准备好了新一年的推广方案，满怀期待的等着和妈妈开会讨论。结果张总突然找到我，一脸严肃地说：小李，美家这个项目我来接手，你去负责其他客户。我当时就愣了，为什么？我和美家合作这么久了，他们对我的服务也很满意啊。张总摆了摆手，小李，你还年轻，这种重要的客户还是我亲自来服务比较好，你要学会把机会让给更有经验的人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张总打断了我的话，这是公司的决定，你要服从。那天下午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张总带着我准备的方案去和我妈开会。会议结束后，张总春风得意地回来了，还特意在全公司面前宣布，美家食品的续约谈得很顺利，林老板对我们的方案非常满意。我坐在工位上，
看着张总在台上侃侃而谈，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。那个方案从创意到执行细节，全都是我一个人熬夜做出来的，现在却成了张总的功劳。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，张总在我妈面前说的那句话：小李还年轻，这种重要客户还是我亲自服务比较保险，他需要多学习，多积累经验。那一刻，我彻底决定要离开这家公司。第二天上午，我直接走进了张总的办公室，把辞职报告放在他桌上。张总，我要辞职。张总看了一眼辞职报告，冷笑了一声：小李，你这是闹情绪。不是闹情绪，是我想清楚了。我很平静地说，外面没你想象的那么好混。张总靠在椅背上，一副老江湖的样子。你以为美嘉会跟着你走？做梦吧！林老板是看在我面子上才跟我们合作的，跟你可没什么关系。我没有反驳，只是说，那我们走着瞧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办完了离职手续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几个同事过来劝我：李明，你冲动了。张总虽然有时候做事不太厚道，但这年头工作不好找，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我摇了摇头，有些事情忍一次是涵养，忍2次是胸怀，忍3次就是窝囊了。离职当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。妈妈正在客厅里看电视，听我说完后，放下了遥控器。儿子，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我坐在妈妈身边，妈，我想自己干。妈妈点了点头，也好，男人总要有自己的事业。第二天，妈妈跟我说，明明，美嘉的广告合同下个月就到期了，我正想换家公司试试呢。我愣了一下。虽然我一直知道妈妈就是美嘉食品的林总，但这2年来，我们在工作上都保持着专业的客户经理和老板的关系，很少在家里谈公司的事。妈，你直接把单子给我，别人会说闲话的。妈妈脸色一正，美嘉是我和你爸开的公司，我们愿意跟谁合作就跟谁合作，况且这2年你服务得很好，我们续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有了妈妈的支持，我的创业信心大增，用积蓄在市中心租了一间80平米的办公室，简单装修后，注册了名创广告设计有限公司。公司刚成立，美嘉食品的60万年度广告合同就成了我的第1个客户。虽然我心里清楚这是妈妈的照顾，但我也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做出成绩来，不能让妈妈失望。为了显得正式一些，我还专门和妈妈约了时间，到美嘉食品的办公室去签合同。那天妈妈穿着职业装，坐在老板椅上，一副女强人的样子。我们都很默契地保持着工作中的专业态度。林总，感谢您对名创广告的信任，我尽量让自己显得专业一些。妈妈也很配合地点了点头。李总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签完合同，我心情特别好。虽然这第1笔生意来得有些取巧，但至少我的公司算是正式起步了。那天晚上，我请妈妈和爸爸吃饭庆祝。爸爸举起酒杯，儿子，既然决定自己干，就要拿出真本事来。你妈这个单子只能算是启动资金，以后还得靠你自己。我知道的，爸。我也举起杯子，我会证明给大家看的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嘉食品的广告策划中。虽然客户是妈妈，但我丝毫不敢马虎。我重新分析了美嘉食品的品牌定位，研究了竞争对手的营销策略，熬了好几个通宵，做出了一套完整的年度推广方案。方案出来后，我信心满满地拿给妈妈看。
妈妈看得很认真，不时地点头，最后说：“不错，比你以前在公司做的方案更用心了。看来压力真的能让人成长。”就这样，我的创业之路算是正式开始了。虽然只有一个客户，但60万的年度合同足够维持公司1年的运营。我甚至还招了一个刚毕业的设计师小陈，准备大干一场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公司成立1个星期后的某个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里和小陈讨论美家食品的广告设计，前台突然打电话进来：“李总，有客人找您。”“谁啊？”我正专心看着设计稿，腾越广告公司的张总。我愣了一下，张总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想挽留我回去？我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走向会客室。张总坐在沙发上，脸色铁青，身边还跟着我以前的同事小王。看到我进来，张总立刻站了起来：“李明，你够狠的！”张总第一句话就让我摸不着头脑。张总，什么意思？我示意他们坐下，喝点什么，别跟我装蒜。张总一拍茶几：“美家食品的单子被你撬走了。”我这才明白他的来意，心里暗自好笑，但表面上还是很平静。张总，什么叫撬走？客户有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。自由？张总冷笑：“美家跟我们合作2年多了，你一离职，他们就换公司，这不是你搞的鬼是什么？”小王也在旁边附和：“就是啊，李明，做人要厚道，我们好歹是老同事，你这样做不合适吧？”我看着这2个人，心里有些想笑。张总平时在公司里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现在却为了一个客户跑到我这里来兴师问罪，看起来还挺狼狈的。张总，也许是你们服务不到位，客户不满意才换的呢。我故意刺激他：“服务不到位？”张总气得脸都红了。我们为了美家这个客户投入了多少精力，你不知道。每次方案都是精心准备的，从来没有怠慢过。那可不一定。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客户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谁好谁坏，他们心里有数。小王忍不住了：“李明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就你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新手，凭什么拿到美家这种老客户？人家林老板又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也许是我的方案比你们的好呢。”我淡淡的说：“不可能。”张总坚决不信：“林老板是看在我面子上才跟我们合作的，你一个外人，他怎么可能主动找你？你肯定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。”我看着张总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，心里的怒火也上来了。这个人真的是太自以为是了，到现在还认为客户是冲着他去的。张总，你的意思是我违法了？我没说违法，但你这样做确实不道德。张总指着我：“我要到工商局举报你不正当竞争。”这时候我彻底被激怒了，我站了起来，看着张总的眼睛：“张总，你想知道美家为什么选择我吗？”“当然想知道，因为……”我停顿了一下，美家食品就是我妈的公司，她愿意把单子给谁就给谁。话音刚落，整个会客室里瞬间安静了。张总和小王都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。“你妈？”张总结巴了：“什么意思？”我看着他们俩的蠢样子，心里暗爽，但表面上还是很平静，就是字面意思。美家食品的老板娘林女士是我妈。小王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“不可能吧？林老板看起来才40多岁，你27啊？”“我妈生我早，而且做生意的女人都保养得好。”我坐回椅子上：“还有什么疑问吗？”张总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，
他显然还在消化这个消息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：那我们之前那些会议，现在想起来了。我冷笑：张总，你以为美家为什么对你们那么好说话？创意平庸也能通过，预算经常超支也不计较，交期延误也没关系。张总的脸色越来越白，都是我妈看在我面子上忍着的。我继续说，不然以他的脾气，你们早就被炒了。小王小声地问：那林老板为什么从来不说？我妈想看看我能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立足。我解释道，这2年来，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，直到我辞职创业，他才表明身份支持我。张总终于回过神来，但他显然不甘心就这样认输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应该把我们公司的客户带走，这在行业里是很忌讳的事情。带走？我笑了。张总，你搞清楚一件事，美家从来就不是你们的客户，而是我的客户。之前他把单子给你们公司，完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上。现在我走了，他当然不会继续跟你们合作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我打断了他的话。这就是商场，弱肉强食。你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适应市场竞争吗？现在轮到你自己了，怎么就接受不了了？张总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站在那里脸红脖子粗的，但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缓过神来，恶狠狠地说：李明，有妈妈罩着真好啊。不过你记住，市场不是你家的后院，等你离开妈妈的保护，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。说完，他拉着小王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张总走后，我心情大好，终于把憋了2年多的怒气出了一口，感觉浑身都轻松了。小陈从办公室里走出来，好奇地问：李总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看起来气得够呛。我以前的老板。我笑着说，看不得别人过得比他好。那您妈妈真的是美家食品的老板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对啊，不过你别声张，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。小陈竖起拇指：李总，您太厉害了，有这样的背景，我们公司肯定能发展得很好。我正准备回答，手机突然响了，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是妈妈打来的。明明，你马上到公司来一趟。妈妈的语气有些严肃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妈妈从来不在工作时间这么急着找我。妈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先过来再说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有些不安。妈妈的语气听起来很不对劲，难道是出什么事了？我连忙跟小陈打了个招呼，开车赶往美家食品公司。美家食品的办公楼在城西的工业园区里，是一栋5层的小楼。我以前来过几次，但都是以客户经理的身份。这次再来，心情有些复杂。妈妈的办公室在3楼，我轻敲了敲门，进来。推开门，我看到妈妈坐在办公桌后面，表情比平时严肃了很多。办公桌上摆着几份文件，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。妈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在椅子上坐下，妈妈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叹了口气：明明，我决定取消和你公司的合作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什么？妈，你在开玩笑吗？我没有开玩笑。妈妈的语气很认真。我考虑了很久，觉得这样做对你不好。什么叫对我不好？我有些激动。妈，你不是说支持我创业吗？我是支持你，但不是用这种方式。妈妈摘下眼镜，揉了揉太阳穴。明明，你靠着我的公司起步，永远证明不了自己有没有真本事。别人会说你是靠关系，你自己心里也会有阴影。我愣住了，没想到妈妈会这样想。而且妈妈继续说，美家现在也遇到了一些困难，
食品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，我们的利润在不断压缩，可能要大幅缩减广告费用，那也不至于直接取消合作啊，我还是不能理解。妈妈摇了摇头，明明，我不能让你的公司跟着我们一起冒险，如果美家出了问题，你的公司也会受到连累，与其这样，不如现在就断开联系，让你去外面证明自己的能力。可是妈，没有可是。妈妈打断了我的话，站起身来，如果你真的有本事，就去外面闯一闯，如果连离开我都不敢，那说明你还不具备当老板的能力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妈妈坚决的样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知道妈妈是为了我好，但这个决定来得太突然了，我完全没有准备。那合同怎么办？我问。我会按照合同条款支付相应的违约金。妈妈重新坐下，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，你也别想着说服我改变主意。我知道妈妈的脾气，一旦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。我只能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明明，妈妈的语气温和了一些。妈妈这样做是希望你能真正成长起来。如果你有真本事，外面的机会有很多，如果没有，那趁早认清现实也不是坏事。走出美家食品的办公楼，我心情复杂。刚才还在为战胜张总而得意，现在却面临着失去唯一客户的危机。开车回到公司，小陈看到我的表情，小心地问：李总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在办公椅上坐下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美家要解约了。什么？小陈惊讶地站了起来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个张总告状了？不是，我摇了摇头，是我妈的决定，她觉得我应该靠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。小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能站在那里干瞪眼。第二天上午，美家食品正式发来了解约函，理由是公司战略调整，按照合同条款，他们支付了相应的违约金，但这点钱对于公司的运营来说根本不够。我算了一下，公司账上现在只有10几万，除去办公室租金、小陈的工资以及其他开支，最多只能维持2个月。如果2个月内找不到新客户，公司就得关门。更让我郁闷的是，张总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他专门打电话过来，语气里满是嘲讽：李明，没有你妈罩着，你就是个废物。现在知道外面有多难混了吧？我们公司正好缺个客户经理，要不要考虑回来？当然了，工资可能要比以前低一些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但心里确实有些慌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开始了满城跑业务的日子。每天早上8点，我就穿上最好的西装，带着公司介绍和作品集，开始一家一家的拜访潜在客户，从小餐馆到大企业，从个体户到连锁店，只要是可能需要广告设计的，我都会去试试。但现实比我想象的要残酷得多。小客户觉得我没有经验，不敢把项目交给我。小伙子，你这公司刚成立吧？我们这个项目虽然不大，但也不能拿来练手啊。一个餐厅老板这样对我说。大客户则质疑我的实力。李经理，你们公司有什么成功案例吗？我们看了你们的资料，感觉规模还是太小了。一家地产公司的市场总监客气地拒绝了我。最让我受挫的是那些明明有兴趣的客户，在听说我是从腾越广告出来的时候，态度突然就变了。显然是张总在背后搞鬼，散布了一些对我不利的消息。李经理，我们听说你之前在腾越的时候表现不太好。一个汽车4S店的老板直接问我，谁说的？我有些激动。你们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。
说你是靠关系才拿到客户的，没什么真本事。我想反驳，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难道要告诉他们美家食品是我妈的公司？那岂不是证实了他们的猜测？1个月下来，我跑了几十家公司，但没有一个愿意跟我合作的。公司账上的钱越来越少，而我的信心也在一点点流失。最让我痛苦的是，妈妈明明就在这个城市里，但我却不能向她求助。每次回到家，看到妈妈关切的眼神，我都会硬着头皮说还不错，有几个客户在谈。但妈妈显然能看出我的窘迫。有一次她主动问我，明明，要不要妈妈帮你介绍几个朋友？不用，我坚决拒绝，我要靠自己。妈妈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但我能感觉到她的担心。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转机出现了。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，我大学同学小刘请客吃饭。小刘现在在一家银行工作，混得还不错。这次聚会还叫了几个其他朋友。饭局上，大家都在聊各自的工作情况。当说到我创业的事情时，一个叫王总的朋友产生了兴趣。王总40多岁，在本市开了3家火锅店，生意做得挺大。他听说我以前服务过美家食品，眼睛一亮，李老弟，美家的零食我经常吃，味道确实不错。你能服务这样的客户，说明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我心里一喜，连忙说，王总过奖了，都是应该做的，正好我这边有个项目。王总端起酒杯，我的旗舰店下个月要做5周年庆典，想找个广告公司做活动策划。李老弟要是有兴趣，我们可以聊聊。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当然有兴趣，王总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第2天，我就带着小陈去了王总的火锅店实地考察。这是一家主打川渝风味的火锅店，装修风格很有特色，位置也不错，生意挺红火。王总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详细介绍了他的想法。5周年庆典，我想搞得热闹一些，既要吸引新顾客，也要回馈老顾客，预算大概在10万左右。回到公司后，我和小陈连夜加班，制作了一份详细的活动策划方案。方案包括店内装饰、优惠活动、宣传推广等各个环节，力求做到每个细节都完美。3天后，我把方案拿给王总看，王总看得很认真，不时地点头。最后他放下方案，笑着说，李老弟，这个方案我很满意，我们什么时候签合同？现在就可以。我激动地说，签完合同，我心情激动得无以言表。虽然只是一个10万块的小项目，但这是我靠自己能力拿到的第1个客户，意义重大。王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李老弟，只要你做得好，以后我其他2家店的活动也都交给你。而且我在本市的餐饮圈子里认识不少人，可以帮你介绍介绍。接下来的2个星期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王总火锅店的周年庆活动中，从店面布置到宣传物料，从活动流程到人员安排，我亲自把关每一个环节。活动当天，效果出人意料的好，店门口排起了长队，营业额比平时增长了40%。王总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当场就付了全款，还额外给了5000块的奖金。李老弟，你这个方案设计得真棒！王总竖起拇指。我另外2家店的活动也都交给你了，而且我已经跟几个朋友说了，他们对你很有兴趣。有了王总这个成功案例，我的信心大增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通过王总的介绍，我又接到了几个餐饮行业的项目。虽然单个项目的金额不大，
但胜在稳定，公司总算是活了下来。我发现自己在餐饮行业的广告策划方面有些天赋，可能是因为从小就帮妈妈做生意，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。我总能准确把握客户的需求，设计出让他们满意的方案。小陈也越来越佩服我。李总，您真厉害，每次的方案都能让客户满意，我得好好向您学习。公司的业务逐渐步入正轨，我也招了2个新员工，一个文案，一个业务员。虽然规模还很小，但至少不用担心房租和工资了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直到3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偶然发现了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实。那天我去参加本市餐饮商会的一个聚会，想拓展一些新的客户资源。聚会上遇到了几个熟悉的老板，包括王总。闲聊中，一个做茶餐厅的老板无意中说了一句：“李总，林董事长经常夸你呢，说你是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林董事长就是美家食品的林董啊。茶餐厅老板很自然地说：“他是我们商会的副会长，人很不错的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妈妈居然还是商会的副会长。王总也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对啊，林董前段时间还特意跟我提起过你，说你是个值得合作的伙伴。”这时候我才明白过来，王总根本不是偶然认识我的，而是妈妈在背后推荐的。散会后，我专门找王总聊了一下。王总，您能告诉我实话吗？您当初为什么会找我做活动策划？王总有些尴尬，但还是如实说了：“李老弟，确实是林董推荐的，不过我要声明，我选择你主要还是看重你的能力。林董只是推荐了一下，具体怎么样还得看你自己的表现。”我苦笑了一下，原来如此，李老弟，你别多想。王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虽然有林董的推荐，但这几个月下来，你的能力我是看在眼里的，就算没有他的介绍，我也愿意跟你长期合作。回到家后，我直接找妈妈摊牌了。妈，王总是你介绍的对吧？妈妈正在厨房做饭，听到我的话，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。你发现了？商会聚会上有人说漏嘴了。我坐在餐桌旁，妈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？妈妈洗了洗手，走过来坐下。我怕你有心理负担，可是这样一来，我还是没有完全脱离你的帮助啊。明明，你要这样想。妈妈很认真地看着我，我只是给了你一个机会，能不能把握住还得看你自己。这几个月下来，你的表现证明了你有这个能力。我仔细想了想，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。王总虽然是妈妈介绍的，但后续的几个客户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，而且每个项目我都是用心去做的，客户的满意也是真实的。算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的帮助。我对妈妈说。妈妈笑了，这就对了。有个开公司的妈妈确实是优势，但关键还是要有真本事。如果没有能力，再多的关系也没用。1年后，我的公司已经在本市餐饮广告这个细分领域小有名气了。员工从最初的我1个人发展到了7个人，月收入稳定在20万左右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发展很稳健。我们服务过的客户包括火锅店、烧烤店、茶餐厅、咖啡厅等各种类型的餐饮企业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在本地餐饮圈子里，名创广告已经有了一定的口碑。最让我欣慰的是，我和妈妈的关系也修复了。我理解了她当初取消合作的良苦用心，她也看到了我的成长和能力。美家食品度过了那段困难期后，妈妈主动联系我，希望重新合作。
这一次，我们是以完全平等的商业伙伴身份来谈判的。李总，美家食品希望能跟名创广告建立长期合作关系。妈妈坐在我的办公室里，语气很正式。林董事长，我们很荣幸能为美家食品服务，我也配合他的角色扮演。谈判过程很正常，我甚至还适当提高了报价。妈妈也没有因为母子关系而要求优惠，一切按照市场规则来办。最终，我们签订了1年30万的广告代理合同，比之前的60万少了不少。但这是因为美家确实缩减了广告预算，而不是对我们服务质量的不满。签完合同，妈妈笑着说：“李总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”一定会的。林董事长，我也笑了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真正成长了。我不再是那个需要妈妈照顾的孩子，而是一个可以与他平等对话的商业伙伴。与此同时，张总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。失去美家食品这个稳定客户后，腾越广告的业绩大幅下滑。公司老板对张总的管理能力产生了质疑。他的职位岌岌可危，我听同事说，张总最近经常加班到很晚，拼命的想要挽回局面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他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管理方式，不再像以前那样颐指气使了。半年后，在一次行业聚会上，我和张总再次相遇了。这次他的态度完全不同，看到我主动走过来打招呼。李明，好久不见。张总端着酒杯，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。张总，你好。我也很客气的回应。听说你的公司发展的不错，还行吧？刚刚起步，我谦虚地说。张总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举起酒杯。李明，当年是我格局小了，对不住你。我有些意外，没想到张总会主动道歉。我也举起杯子，张总，其实我也要谢谢你，没有你当初的打击，我可能永远不会想到自己创业。呵呵，这样说起来，我还成你的恩人了。张总自嘲地笑了。算是吧，我诚恳地说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时候打击你的人反而帮助了你。张总点了点头，你说的对，这1年来我想了很多，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很多问题，现在正在努力改正。张总能这样想很好，我真心地说，我们都还年轻，有的是机会。喝完这杯酒，我感觉心里的某个结终于解开了。又过了半年，我的公司已经稳步发展了1年半。在这期间，我们不仅在餐饮行业站稳了脚跟，还开始向其他领域拓展。我们接了几个零售店的项目，做了一些小型企业的品牌设计，甚至还帮一个初创公司做了全套的市场推广方案。公司的业务范围在不断扩大，员工也增加到了10个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口碑在发展，再也不需要任何人的特殊照顾了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里审阅一个新项目的方案，小陈敲门进来，李总，外面有个客户想见您。谁啊？说是腾越广告公司的张总。我愣了一下，张总怎么又来了？这次不会又是来兴师问罪的吧？让他进来吧。张总走进办公室，看起来比1年前憔悴了不少，但精神状态比那时候好多了。李明，打扰了。张总很客气地说。张总，请坐。我示意他坐下。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张总有些尴尬地笑了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想和你们合作一个项目。我有些意外。合作？对，张总认真地说，我们接了一个大客户，但在创意策划方面遇到了瓶颈。我听说你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，
想请你们帮忙做创意设计，我们负责执行和客户关系维护。我仔细听着，发现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合作机会。腾越广告虽然在管理上有问题，但客户资源还是比我们强的，而我们在创意能力上有优势，确实可以互补。具体是什么项目？我问。一家新开的购物中心，需要做开业推广。张总详细介绍了项目情况，我们可以5-5分成。我考虑了一下，这个项目确实不错，而且通过和腾越的合作，我们可能接触到更多大客户。好的，我们可以合作。我同意了。张总明显松了一口气。太好了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应该的，我笑了笑。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这次合作很成功，我们的创意方案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，项目执行也很顺利。购物中心开业当天人山人海，效果远超预期。通过这次合作，我和张总的关系彻底缓和了，张总也确实改变了很多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，变得更加谦逊和务实。后来我们又合作了几个项目，每次都很愉快。有时候我觉得，如果当初张总就是这样的态度，我可能就不会选择离职创业了。但人生没有如果，每个选择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现在的我对当初的决定没有任何后悔。2年后的一个周五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里和团队讨论下个月的项目安排。公司现在有15个员工，每个月能稳定收入40万左右。虽然不算大公司，但在本地广告圈也算小有名气了。小陈现在是我的设计总监，当初那个刚毕业的小伙子，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。李总，下周王总那家新店开业的物料都准备好了，他拿着样品给我看。不错，辛苦了。我点了点头。这时候妈妈打电话过来，明明，晚上回家吃饭吧，你爸买了你爱吃的螃蟹。好的，妈，我笑着答应了。现在我和妈妈的关系很自然，她偶尔还会以每家食品老板的身份和我谈生意，但更多时候就是普通的母子关系。前几天张总还来找我合作了一个项目，现在我们的关系挺不错的。他变化挺大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盛气凌人了。李明，你当初离职是对的。张总上次喝酒时跟我说，如果还在我手下干，可能永远不会有今天。我没有回答什么大道理，只是笑了笑。下班路上，我开车经过市中心的商业街，看到路边一家火锅店门口挂着我们设计的招牌。再往前走，一家奶茶店的门头也是我们做的。红绿灯停车的时候，我拿出手机看了看今天的营收报表，还不错。名创广告从一个人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，说不累是假的，但看着一步步做起来的公司，心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手机响了一下，是一个新客户发来的微信。李总，明天有时间见个面吗？我们想做个品牌设计。我回复了个好的，然后收起手机，踩下油门，继续往家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